Hello 啊，大家好啊，歡迎翻到嚟 Tommy 嘅 channel。1年幾之前咧就同大家分享咗喺美國嘅退休帳戶 401k 同埋 IRA 啦。但係我都知道啦，有好多個網友都唔知道究竟點解要參加呢啲嘅計劃喎。所以今集啦呢個嘅系列咧，就想同大家去還原基本步。簡單嘅分享一下喺美國呢個個人理財嘅101，美國嘅個人稅啊。有好多人就會認為啦，其實外國嘅稅率咁高，咁所以移民咧就一定冇着數啦。呢個係咪正確呢？我哋會講解一下美國嘅3種最常見嘅收入同埋佢哋嘅稅率，又點樣係因應你自己人生嘅唔同嘅階段去巧妙嘅進行稅務規劃呢？例如你正值人生事業嘅高峰，要做啲乜嘢去節省高昂嘅稅金呢？又或者啦，你已經到咗花甲之年啊，帶住100幾十萬嘅美金嘅現金嚟到美國，點樣用呢一筆錢去達到一個穩定嘅現金流，永續退休呢？而喺呢個過程之中，又點樣去利用現行嘅稅制去達到完全唔需要交稅呢？事先聲明㗎，個人並唔係從事金融或者會計相關嘅行業，呢度只係一個個人嘅分享，並唔構成任何嘅投資建議。如有需要，請你徵詢相關嘅專業人士啊。雖然啦，錢就唔係萬能嘅，但係冇咗錢咧就萬萬不能喎。我諗呢個嘅道理咧，我諗大家特別係移民外國嘅觀眾咧，都應該會明白嘅。而喺一個先進嘅社會啦，交稅咧其實係人民去實踐一個社會契約入邊一個非常非常關鍵嘅元素嚟㗎。所以咧，你一定先要去明白稅大家係點樣去交啦，你先能夠明白呢個金錢世界點樣運作，而從而去明白呢個嘅社會特別一個陌生嘅外國各種嘅事情嘅來龍去脈㗎。收入咧大致分為勞動收入啦，同埋非勞動收入。而非勞動嘅收入就再細分為投資組合嘅收入啦，同埋被動嘅收入。一啲咧就需要做嘢先有收入啦，一啲就係瞓喺度都有錢收㗎。即係 active、passive 或者係 earned、unearned。都希望會計界朋友唔可以介意呢度嘅用詞嘅唔係好專業啊。大部分嘅觀眾啦，都應該喺度專注緊去揾一啲嘅勞動嘅收入㗎啦。你可能去返工啦，咁你可能收一個嘅人工，咁喺年尾咧你就會收到個 W2 嘅表格，攞嚟報稅㗎。又或者啦，可能你一個自僱嘅人士啊，你可能做一啲嘅 side hustles 一啲嘅副業啦。例如你可能派報紙啦，你可能揸 Uber 去送乘客啦，又或者你可能係一個微型嘅一個企業嘅老闆，你可能係需要積極嘅去參與運作嘅。呢啲通通都係一個嘅勞動收入。而投資組合嘅收入咧就更加簡單啦。例如你擁有一個嘅公司嘅股票啦，一啲嘅虛擬嘅貨幣啦，指數基金地產基金等等，佢哋定期咧就會派息俾你啦。又或者你賣佢哋出去嘅時候，你得到一啲嘅資本增值上面嘅利潤。而被動收入咧，就正如大家可能喺某啲YouTube 嘅廣告上面睇到啦就講解一啲乜乜嘅系統一啲窮爸爸富爸爸你係咪厭倦咗而家沉悶嘅工作之類等等嘅一啲嘅行銷方式嘅所吹噓嘅一樣啦。基本上啦就係一開始嘅時候你就抌咗一筆錢入去啦。又或者係一啲嘅勞力之後啦，可能一開始咧佢係真係一個勞動嘅收入嚟嘅。但當你呢一套嘅系統慢慢嘅變到一個嘅被動嘅操作啦，亦都會喺一定時間之內咧係繼續嘅為你帶嚟一個行之有效嘅收入。例如啦，你可能買咗一間屋攞嚟去出租嘅，你可能拍一部電影，你可能寫一本書，你可能開一個 YouTube 嘅 channel。你一開始嘅時候你係會付出好多好多嘅努力。但慢慢嘅，當事業嘅去慢慢上到軌道嘅時候，你就會多咗可能租金啦，你可能有版權啦、廣告等等嘅收入，亦都會慢慢嘅去淡出管理嘅呢個嘅崗位啊。再喺度打個比喻啊，等大家更加去了解三者嘅分別。例如你係喺一個茶餐廳度打工嘅，咁你嘅收入就係一個主動嘅收入啦。而如果你係呢個茶餐廳嘅老闆，你喺度同自己打工啦。你都會收到自己公司俾自己嘅人工，亦都係一個主動收入嚟嘅。但係之後啦，可能茶餐廳上咗軌道啦，咁你開始用經營權嘅方式去俾其他人去參加你間公司，咁你收取嘅經營費就係一個被動收入。然後有一啲人向你提出一個高價嘅收購，你所賺到嘅資本增值，又或者係繼續持有一個少量股票嘅股息，就係投資組合方面嘅收入啦。咁我哋之所以要喺度講清楚呢3種收入嘅分別呢，
在於佢哋嘅稅率係唔同㗎。今集啦，我就喺度先講解一下最簡單嘅勞動收入。Tommy 喺呢個頻道入邊咧都唔係第一次講㗎啦。呢一種嘅收入咧，你需要交兩種嘅稅啦。第一種就係呢個薪酬稅啦，即係 FICA 嘅 tax 啦，同埋一個普通嘅所得稅個 ordinary income 嘅 tax。FICA 咧就係喺你嘅人工入邊抽咗6.2% 去社會安全金啦，即係 Social Security 啦。1.45咧就去 Medicare 啦。夾埋就係7.65。假設你有10萬嘅年薪嘅話咧，你一年咧就要交7650蚊啦。而如果你係一個自僱嘅人士，由於你嘅僱主咧就係你自己啦，你亦都需要交埋佢本身嗰部分嘅 FICA 稅㗎。所以自僱稅咧大概就係頭先我哋講嘅 FICA 稅嘅 double 啦，即係呢度就係14.13%。同樣10萬蚊嘅年薪咧，呢度你就要交14000蚊左右㗎啦。然後啦，普通嘅所得稅就依你嘅收入去計啦。單身嘅4萬樓下就係10到12%啦，超過4萬又未到17萬嘅就係22到24%，如此類推。所以啦，啱啱提到嗰個嘅打工仔嘅10萬年薪咧，拎走咗聯邦嘅收入稅同埋 FICA 稅之後咧，其實佢收入就淨係剩翻77000幾嘅啫。當然啦，呢度仲係未加佢所在嘅嗰個州份嘅州稅啦。例如加州呢一度，你就再加多1到12.3% 上去。有朋友可能會問啦，你做一個自僱人士係會唔會比一個打工仔更加好呢？首先大家要搞清楚㗎，就係自僱稅同埋普通所得稅咧，唔係依照你嘅總收入去計㗎，而係你嘅淨收入。例如啦，假設可能 Tommy 係一個年薪10萬嘅全職 YouTuber，當然啦，我都非常之渴望呢個係一個事實。所以都希望大家可以中意呢個影片嘅話咧，可以 like、subscribe、share 同埋 comment 啦嚇。例如咧，我要整一個嘅攝影棚啦嚇，我要去整一個嘅辦公室去招待我嘅客人，去搞呢個交通啊、通訊啊、設備啊、應酬啊等等唔同嘅開支。只要係同我嘅商業嘅營運咧係完全有關嘅話咧，呢啲嘅開支咧都係我嘅商業嘅成本，通通都係可以直接嘅去扣減㗎。所以咧，如果我假設呢啲嘅費用係25000蚊嘅，我真正要交稅嘅嗰一部分咧就只係10萬年薪扣咗25000蚊，之後剩翻嘅75000蚊。計出嚟我嘅自僱稅當然就會比打工嘅時候嘅 FICA 稅高啦。但由於我嘅普通所得稅係會低少少最終我要交嘅稅咧係會比打工嘅時候咧係少交咗2500蚊㗎。係咪差好遠呢？而且咧，其實我呢度仲係未講一啲自僱人士咧，其實可以有嘅扣稅嘅項目就係因為呢一個嘅差異啦，可能你就會問啦，咦，咁我係咪做一個自僱人士會比我去打工更加好呢？而有好多嘅華人嘅老闆咧，都係會以為啲新移民易呃啦，係咪？去游說啲嘅僱員去成為一個嘅自僱人士啦，但係咧就俾翻一個同樣嘅薪金佢哋。當然啦，之前講無證移民嘅嗰2集我講過啦，本身受僱嘅狀態係唔會因為你稅表上面寫成為自僱就有所改變㗎。亦即係話啦，其實呢啲老闆通常嘅行為咧都係犯法㗎。而由於啦，自僱人士通常都會失去咗做打工仔時候應有嘅唔同嘅福利啦，例如你講緊醫療保險啦、工傷啦、退休啦等等，同埋因為你少交咗頭先講到嘅 FICA 稅嘛。將來你嘅社會安全金咧，你係會少咗㗎。等等唔同嘅原因咧，大部分情況嚟講咧，其實打工咧係比較有保障㗎。但係如果你係一個注重自由度啦或者稅務彈性嘅人咧，自僱其實都會有佢嘅吸引之處㗎。所以請大家自己衡量一下嚇。既然我哋講到去勞動收入啦，我都想同大家去解釋一下一個有關於預扣稅 withholding 嘅迷思有好多打工仔女啦，打開自己嘅 pay stub， 見到自己實際入去銀行嘅嗰份人工，即係個叫 take home pay 啦。假設你有10萬年薪嘅，明明每一期糧你計翻應該都有4000零蚊啦。但係點解入到銀行又剩翻2000幾蚊嘅咧嚇？你可能會覺得，咦，政府收稅好重下喎。而當去到稅季完嘅時候，你去報稅啦，報稅嗰個人咧就幫你攞翻退稅幾千蚊。你又可能會以為嗰個人報稅咁叻仔嘅，聰明絕頂武功蓋世喎。又或者 Tommy 咁講啦，如果你係單身，又只係有一份嘅正職，又冇啲咩副業嘅人咧，喺前任政府稅改之後咧，
哪怕你去揾阿某報稅定係去阿壽報稅都好啦，結果大概都係一樣㗎。因為對於你嚟講咧，其實嗰個嘅退稅嘅項目根本就唔多啊。咁之前提過啦，大家每一次收到糧單，之所以係要先扣起一部分嘅 withholding 俾政府，係因為美國政府唔同大家咁善良嘅香港政府啦，信唔過你1年之後銀行戶口會有足夠嘅錢去俾呢啲嘅稅啊。而去計算呢啲預扣稅嘅方法係根據 IRS 設計好嘅 Publication 15T 嘅表格，依據翻大家每一期糧嘅金額去粗略估計㗎。跟大家真係去計年終實際要交嘅稅咧，個方法係有少少嘅分別。呢度亦都會解釋到啦，譬如老闆可能俾一個年終獎金你，嗰個嘅獎金嘅 withholding 咧，往往係會比普通嘅薪金為多㗎。我哋唔好去理你個僱主係用邊一種嘅方法去計呢個嘅預扣稅啊。但對於你嚟講咧，其實年終獎金呢個 bonus 咧，同埋你嘅普通嘅薪金咧，都係一個普通嘅收入。所以實際稅率咧，其實係完全一樣㗎。呢個我諗好多咧喺美國住咗好耐嘅人都係會唔係好明白啦。但無論如何啦，預扣嘅稅同埋年終你真係要交出去嘅稅咧嘅分別，就代表住你究竟攞到退稅啊，定係要補翻啲稅俾政府啦。如果我哋將稅局比喻成為你嘅債主，佢俾2個選擇你，一係咧就係你每一期糧就交多少少俾佢，然後年尾咧佢就夾埋一次嘅，俾晒啲差額退翻俾你。第二個選擇就係每一期糧你都交少一啲俾佢，年尾嘅時候咧你就將差額一次過嘅補翻俾佢，兩者都係冇利息嘅。我哋撇開心理上面嘅因素啊。正常對於金錢有少少概念嘅人都會知道，如果可以嘅話，啲錢喺自己嘅手上，永遠都會比喺債主嘅手上面更加好啩。因為就算你擺銀行都係有利息㗎，係嘛？前一集都講過啦嚇，ETFCU 之前嘅利息有3.33，而家利息升到去3.45添啦。咁所以咧，其實你喺年尾補交稅，咁當然啦，假設你冇咩 penalty 啦，係比起你其實攞到退稅咧係更加好嘅喎。希望大家都要記住啊，要定期嘅去更新你入職時候你填寫嘅嗰份 W4 表格，因應翻你可能家庭嘅狀況啦，可能你結咗婚冇結婚，咁你就要作出一個適當嘅選擇，先可以準確嘅去預扣正確嘅款項啊。好啦，呢一集咧，我哋都解釋咗好多有關於普通嘅勞動收入啦，嗰啲嘅稅嘅計算嘅方式啊。有機會嘅話咧，就下一集再同大家講一講投資組合嘅收入同埋被動收入嘅收稅嘅方法啦。利用呢2種嘅收入，點樣可以令到你交少啲嘅稅呢？最後我都想拉開少少，等大家去了解一下交咗稅嘅錢同未交稅嘅錢嘅分別。啱啱我哋就參加咗呢個步行嘅籌款啦，每個人咧都俾咗5蚊出嚟去做呢啲嘅貼紙啦，呢啲嘅橫額。但係呢個5蚊咧係喺大家已經交咗稅之後嘅銀包攞出嚟㗎。你試一試諗翻轉頭啊，喺未交稅之前，其實老闆係俾咗我可能6蚊到7蚊嘅人工㗎喎。而而家用咗呢一份已經交咗稅嘅錢去做一件都相當係慈善嘅事，其實係咪好唔值得呢？相比之下啦，你話可能洛杉磯嘅朋友成立咗一個嘅港人嘅組織，叫做洛杉磯人 A 國 A 強嘅大聯盟，係嘛？做啲咩嘅倡導啦，做啲乜嘢身份認同之類嘅事啦。然後呢一個嘅組織呢個嘅聯盟就用一個嘅非牟利嘅組織嘅形式去營運，成為一個501c3嘅組織。佢所收集嘅所有嘅捐款，對於捐款人嚟講可以係免稅嘅。例如我哋上一年嘅稅季啦，大家咪記得啊？每人頭300蚊嘅捐款都可以直接扣你嘅收入嘅，咁當然今年就冇咗啦。而呢個嘅組織所做嘅，只要係合乎佢原先嘅目標，去印嘅呢啲嘅貼紙，去印呢啲嘅橫額都可以免稅嘅話，其實係咪對佢想宣揚嘅事更加有效呢？一份本來唔應該交稅嘅錢，例如醫療啦、教育啦、慈善等等嘅開支，你可以用上美國有唔同嘅計劃，例如我哋之前講過 FSA 啦、HSA 啦、529嘅計劃啦，又或者有提過嘅 iBond 攞啲嘅利息去讀書等等，都係唔需要交稅㗎。你要去交稅，政府係唔會多謝你㗎。
而世間上有好多嘅事，亦都唔係只係大家單單有心就會事成㗎。希望你中意我哋今日嘅分享啦。有問題嘅話咧，歡迎大家喺下邊留個言啦。下一集再見，拜拜。